Dios mío de mi vida. Dios mío de mi vida. ¡Qué fuerte! Dios mío de mi vida. ¡Qué fuerte!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件这几天刷屏全网、震撼整个欧洲的突发事件，也是一场足以改写欧洲移民格局的超级危机。7月31日，北非摩洛哥邊境爆發超級移民潮，短短24小時內，近6萬移民集體湧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休達。先給大家普及一個關鍵背景，讓大家直觀感受這場事件的離譜程度。休達這座西班牙飛地常住人口總共只有8萬人左右。簡單算一筆賬，一座8萬人口的小城，突然硬生生湧入6萬移民，相當於全城75%的人1-2天內都是外來湧入者，瞬間填滿街道、海灘、邊境線，畫面完全失控。事件爆發後，西班牙第一時間拉響了最高級別警報，休達全境進入緊急狀態，緊急調派軍隊進駐管控。一夜之間，整個歐洲輿論徹底炸開鍋，從西班牙、法國到德國，所有國家都陷入極度恐慌。歐洲媒體的評論區更是一片哀嚎，大量網友直言，歐洲的移民漏洞徹底捂不住了，新一輪難民衝擊已經正式到來。這些人最終目標根本不是小小的休達，而是歐洲大陸的德國、法國等歐洲高福利國家。事態緊急的歐盟火速召開緊急會議，連夜商討應對策，足以見得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很多人看完視頻畫面都會有同一個疑問：為什麼偏偏是7月31日？為什麼能在短短1天內集結數萬人精準衝擊休達邊境？這絕對不是偶然的自發偷渡，背後應該藏着非常刻意的人為操作，也是今天我們重點拆解的核心真相。在解析真相之前，我們先完整復盤現場的失控場面以及事件的最新進展。數萬移民湧入休達之後，當地西班牙裔居民瞬間陷入恐慌，他們為了自保，自發關閉了全城的超市呀、餐館等所有民生設施。一時間，湧入的數萬移民斷水斷糧，沒有任何落腳之處，陷入絕境。更激烈的是，休達當地的青少年自發組建了民間抵抗力量，近乎以敢死隊的姿態守護家園，阻擋無序湧入的移民。多重壓力之下，絕大多數這些湧入的移民又餓又渴又恐懼，他們的處境極其窘迫。朋友們，這裡我插一段非常關鍵，有些人搞不懂或者目前為止呢不太知道的歷史地緣背景，徹底講清楚休達、梅利利亞這兩塊目前屬於西班牙的非洲飛地的歸屬爭議，這也是本次移民危機的深層根源。這兩座城市是西班牙在北非僅存的2塊海外飛地，
也是非洲大陸上僅有的歐盟領土。二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時代。休達最早在1415年被葡萄牙佔領，後續隨西普王權合併，條約交割，正式歸屬西班牙。梅利利亞也在19世紀被西班牙納入管控。數百年來，西班牙持續駐軍、治理、建制，長期實際掌控2片土地。1956年摩洛哥正式獨立後，一直堅決主張休達和梅利利亞是摩洛哥固有領土，認定西班牙的佔領是殖民遺留問題，始終要求歸還主權。兩國的領土爭議持續了近70年，從未平息。本次危機爆發後，德國媒體評論區徹底吵翻，還暴露了非常明顯的雙標。大量德國網友清一色站隊西班牙，支持飞地歸屬西班牙。他們的核心說辭非常直白：當年西班牙佔領這2片土地的時候，現代摩洛哥國家還沒成立，因此不存在侵占摩洛哥領土的說法。這裡呢，我又想起了有些台獨分子，以及我認為大多數歐洲人是這樣認為的。目前台灣未定論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目前這個中央政府，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治理過台灣一天，所以台灣不屬於中國，也就是我們理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好了，我們繼續我們今天的話题。他們的核心說辭非常直白：當年西班牙佔領這2片土地的時候，現代摩洛哥這個國家還沒成立，因此不存在侵占摩洛哥領土的說法。但這套邏輯根本站不住腳，是典型的雙標言論。我們對照歷史全程就能看清真相。今日的摩洛哥完全是北非本土历代王朝的合法繼承者，承接的是這片土地千年的歷史主權和地緣脈絡。這和現代德意志共和國的法理邏輯一模一樣。如今的德國同樣繼承了普魯士帝國舊德意志政權的歷史地緣身份與歷史遺產。世人絕不會因為現代德國政權更迭就否定德國的歷史疆域傳承，對不對？說白了，德國人只是站在歐洲立場、西方主權體系的角度偏袒西班牙，刻意採用雙重歷史標準，選擇性忽視北非地區的歷史傳承。這也是這場領土爭議最諷刺的地方。其實，歐盟和西班牙在北非領土問題上的雙標，不只體現在休達、梅利利亞。西撒哈拉問題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這段歷史還關聯着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毛與荷西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聽說過三毛的撒哈拉浪漫故事，但卻不知道他的故事全部就是西班牙殖民勢力撤出北非地缘格局巨變的真實縮影。上世紀70年代之前，西撒哈拉整片土地都是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三毛和她的西班牙老公，也就是那個荷西，當年定居撒哈拉沙漠小鎮阿尤恩，正是處在西班牙管控當地的最後歲月。直到1975年，國際法庭裁定西撒哈拉擁有民族自決權，再加上當年摩洛哥發起大規模民間進軍施壓，西班牙無力維持殖民統治，被迫徹底放棄西撒哈拉，全面撤軍。這波局勢動盪直接擊碎了三毛和荷西安穩的沙漠生活，戰亂四起，秩序崩塌，兩人不得不被迫撤離撒哈拉沙漠，移居到西班牙僅剩的海外領地加那利群島生活。也是這次命運的遷徙埋下了三毛人生悲劇的伏筆。搬到加那利群島後，荷西為了謀生，長期從事高危潛水生活，最終不幸在一次潛水作業中意外喪生。可以說，西班牙殖民撤退、北非地緣動盪的大時代背景，間接終結了三毛最美好的歲月，也成為他一生悲劇的重要根源。好了，我們接着今天的話題。更巧妙的是，後續地緣博弈，摩洛哥一直主張西撒哈拉歸屬於自己，要求完整主權，但歐盟和西方國家始終拒不承認，堅持認定西撒哈拉是爭議領土，不認同摩洛哥的主權訴求，一邊卻強行認定西撒哈拉主權未定，偏袒北非舊殖民地秩序，一邊又否定摩洛哥對休達、梅利利亞的歷史主權，一套完全利己、前後矛盾的雙重標準，徹底暴露了歐盟地缘政治的虛偽本質。
我們回到本次休達事件本身，西班牙在北非並非只有休達這塊飛地，在休達東邊200多公里處還有另一塊飛地叫梅利利亞，兩地隔地中海，與歐洲大陸相望，共同構成西班牙扼守北非的前沿據點。這兩塊飛地今天是非洲移民登陸歐洲最便捷的跳板，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圍城。只要西班牙徹底封鎖航線、陸路通道，不讓這些移民進入歐洲本土大陸，他們被困在狹小的飞地之內，沒有物資，沒有居所，根本無法長期生存。根據德國媒體和西班牙官方的最新消息，短短2天時间，近4.83万移民已經被迫自願，這自願當然是帶引號的，返回摩洛哥境內。最終僅有約1700人滯留在休達等待核查處理。但這場危機最諷刺，也最讓歐洲國家頭疼的後遺症才剛剛開始浮現，那就是未成年人遣返漏洞。西班牙和歐盟的移民規則明確規定，未成年人移民不可以被立即遣返。可問題來了，誰來界定年齡？完全依靠當事人自報身份，沒有嚴格的核驗標準。說到這裡，朋友們，我就不得不提德國2015年難民潮吃的大虧，也是歐洲至今無法抹平的傷疤。當年啊，大量青壯年難民，看他們臉就像18歲、20歲甚至更大，但是為了滯留歐洲，他們統統自稱未成年人，因為他們身上把他們所有的證件都撕毀了，都丟了，也就是他們身上沒有任何證件。更荒誕的是，部分人抵達德國後，甚至犯下了強姦、暴力傷人等惡性罪行，最終卻因為身份未成年，規避了本該承擔的法律嚴懲。也就是說，幾乎零成本逃脫制裁。時隔多年，這個致命漏洞依然還沒有被補上。而這次休達危機再次讓歐洲直面這個無解的難題。接下來我們直擊核心問題：為什麼短短1天內會有數萬移民精準集結，集體衝擊休達邊境？絕大多數德國自媒體和歐洲觀察人士，他們的共識非常一致，那就是這是摩洛哥官方的一次主動放水，刻意放行。大家試想一下，跨境偷渡從來都是零散、隱蔽、小規模的，不可能出現數萬人集體集結、共同闖關的情況。沒有摩洛哥邊境的默許，沒有摩洛哥官方的放鬆管控，數萬民眾根本不可能聚集到邊境沿線，更不可能大規模湧入他國領土。在這裡，他國當然是西班牙。很明顯，大概率啊，摩洛哥主動打開了邊境管控的口子，默許民眾離境，以此向西班牙、向歐盟施壓。同時，舌頭和網絡自媒体趁機大肆散播虛假信息，瘋狂炒作不需要任何證件，游泳就能進入歐盟，登陸了就是合法身份的謊言，徹底點燃了非洲民眾奔赴歐洲的熱情。那些舌頭的生意瞬間爆火，無數人抱着奔赴高福利歐洲的幻想鋌而走險，而這場瘋狂的偷渡潮最終釀成了慘烈的人道主義悲劇。官方數據顯示，此次事件已有至少67人死亡，多數是游泳渡海溺亡，還有部分人在擁擠攀爬闖關過程中慘遭踩踏身亡，代價極其沉重。除了摩洛哥放水、舌頭炒作這2個直接原因，還有一個被所有人忽略的核心制度漏洞，也是這場大規模移民潮爆發的底層誘因，那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7月的最新判決。以往，西班牙針對攀越邊境圍欄非法入境的移民，擁有立即遣返的權限，也就是抓到之後可以直接送回摩洛哥，無需繁瑣流程。這是阻擋非法移民最有效的手段。但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新規明確，凡是游泳抵達、海上被攔截的移民，不再適用立即遣返制度。所有海上入境的移民必須走完完整的行政審核、身份核查流程，不能直接遣返。這個判決相當於直接廢掉了西班牙最重要的邊境防線，給所有非洲移民打開了一扇綠色通道。大家都清楚，只要登陸休達，哪怕暫時被攔截，也不會被立刻送走，只要滯留下来，就有等待身份合法化的機會。這也是此次數萬民眾不惜賭上生命渡海闖關的核心底氣。
而且歐洲國家過往的操作早已給了所有偷渡客源源不斷的幻想和希望。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歐國家歷史上多次推出非法移民大赦政策，只要滯留達到一段時間，沒有重大犯罪記錄，就可以直接拿到合法居留身份，正式扎根歐洲。你們想想，一次次的大赦讓偷渡客形成了固定認知，只要敢闖能留下來，就大概率能轉正。這也是移民潮前赴後繼、累進不止的根本原因。更值得深挖的是，歐洲內部已經悄然形成了一套完整、龐大，甚至依附於難民的移民產業鏈。這也是移民危機越治理越失控的關鍵症結。這裡說說德國的難民接收體系。一名普通的難民抵達歐洲後，會對接一整條完整的服務鏈條。德國聯邦和州移民管理部門、市政福利部門、專職翻譯、所謂公立律師、安置中心運營方、安保公司、社工、心理輔導人員、德語培訓機構、醫療機構，還有各類所謂慈善和教會組織，這一整套龐大的體系，他們全部依靠德國政府財政預算、政府合同維持運轉，這直接創造了海量的就業崗位。德國的 GDP 現在是人均6萬，就嗖往上漲，養活了一大批從業者。也就是說，對部分機構、部分群體而言，難民不是負擔，是實打實的 GDP， 是穩定的收入來源呢。這就衍生出一個非常諷刺的局面：歐洲呀，嘴上喊着管控移民、遏制偷渡，但是大量的 NGO、私營機構、從業人員的利益完全和難民數量綁定。難民越多，他們的產業鏈就越穩定、越興旺，相關機構收益就越高。更嚴峻的是，諷刺的是啊，很多地中海難民救援 NGO 早已被爆出和偷渡蛇頭相互勾連，狼狽為奸。表面上是海上人道救援，實際上是定點接應偷渡移民，協助這些偷渡客順利登陸歐洲。這些所謂的救援 NGO 全程為偷渡產業鏈保駕護航，可以說自掘歐洲人自己的墳墓。在西方選舉制度的加持下，各方更是各自為政，利益割據。部分政党為了選票，刻意縱容移民湧入；相關產業鏈機構為了利益，堅決反對嚴格遣返政策。看似每個主體都有自己的訴求，朋友們，最終呀，所有代價、所有社會負擔全部壓在國家和普通民眾身上。這些機構早已罔顧國家利益，罔顧民眾利益，徹底淪為非法移民泛濫的幫兇，徹底淪為非法移民泛濫的幫兇。最終，我們的重點分析大家最關心的未來趨勢，也是這期視頻的核心結論：這場6萬人突襲修達的移民危機絕對不是孤立，未來此類大規模經濟移民潮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永遠不會停止。首先，非洲與歐洲存在巨大的發展鴻溝、福利鴻溝、薪資鴻溝，這是無法逆轉的底層矛盾。對非洲普通民眾而言，意味着貧困、失業、低發展；而奔赴歐洲就意味着高福利、免費醫療、教育補貼、穩定生活。哪怕闖關過程充滿風險，哪怕抵達後處境艱難，依然是絕大多數人眼中的更好的選擇。這種單向的人口流動剛需永遠不會消失。其次，摩洛哥這類北非國家的放水策略成為常態。對北非國家而言，本土人口增長快，就業不足，社會壓力巨大，放任民眾移居歐洲，既能緩解本土社會矛盾，又能向歐盟索要經濟援助、政策紅利，還有這些僑民日後可以從歐洲匯錢回老家，補貼他們的家用，是穩賺不賠的博弈手段。未來只要歐洲不妥協，不滿足其訴求，邊境放水、移民施壓的戲碼會反覆上演。最重要的是，歐洲自身的制度死結完全沒有解開。大赦先例、未成年漏洞、海上禁止快速遣返、移民產業鏈、選票政治，這一系列核心問題，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敢於徹底整改，因為整改就意味着觸動大量既得利益群體，影響選票，衝擊就業，引發社會爭議。所以朋友們，今天我可以篤定預判，
未來歐洲的邊境移民危機會成為常態化事件，休達、梅利利亞之類非洲飛地會持續成為移民衝擊的前沿陣地，一波又一波的經濟移民會源源不斷湧入歐洲，試圖通過各種漏洞扎根流轉，最終向德法等西歐高福利國家聚集。歐洲這場由制度漏洞、利益捆綁、地緣差距共同催生的移民困局早已積重難返，未來只會持續惡化。好的，朋友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待這場危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觀點，我們下期見。